顶尖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鸿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的情感作家苏秦老师，欢迎苏老师。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接下来就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吧，了解一下今天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在一起快1年了，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异地。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的信任他，也很理解他的工作，但是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很苦恼。他总是误会我对他的感情，以为我对他不好。他总是说我，还说是对我好，可是我一点都没觉得。但我还是非常的喜欢他，希望能跟他一直走下去。现在我快毕业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崔，24岁，来自北京，项目执行。女嘉宾小陆，24岁，来自上海，学生。来，有请小陆。来，有请。欢迎两位啊！怎么认识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哦。他是来上海出差，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在饭局上认识的。哦，饭桌上认识的。谈了多久啊？谈了半年多。啊，现在半年多。对啊。上面资料上是学生是吧？在哪儿读书？在澳门读书。哦，还在澳门读书哦。那你在北京工作吗？对。异地恋？对。说说吧。他每次表达爱意的方式，让我觉得非常的生气。然后我因为是初恋，我对初恋就是有很多那种甜言蜜语的幻想。然后像我从小个子比较高，然后骨架也是比较大。然后我很讨厌别人说我壮，说我胖，然后他就是每次都会，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我，他就一定要说因为你胖，因为你壮啊。然后这种话就让我听了就很上火，而且像我发照片给他，然后一般男生可能会说啊真好看什么之类的，但他就一定会把我那个脸就是放大，然后截图再发到我们那个小群里面。因为小群里面不只说有我跟他，还有我的朋友们也在，然后他一定要添一句话，就是好喜欢这个大肥脸，就让我觉得很丢人。而且加上朋友圈有时候发那种背影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很美的那种，他就一定会在下面留言说，哇你这个背影好大，面积好宽，我好喜欢。但我听上去就完全就觉得你是在嘲讽我这个体型。而且我有时候还扎那个丸子头，然后很可爱的照片发给他，他会说你长得就跟金刚芭比一样。然后这种话让我听了真的就很上火，而且很伤我自尊心。哦。然后他说过最过分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我见过长得最像猪的女孩子。是这样的，大家可能觉得是在讽刺他，或者是在挖苦他，但其实在我这儿来看是一种对爱的表达的方式。因为首先我们俩都属猪，然后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猪这个动物，而且呢我从小大家想养猫养狗，我倒是当时很想去养一个小猪仔，但是一直没成功，因为妈妈不想家里有宠物。我希望你不要有误解，你看小猪佩奇对不对，多可爱，大家都很喜欢。我只是对爱的一种表达方式。那还有个事情吧，像朋友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发我们合照，我还挺开心的。然后过了几天之后，他就把朋友圈设置成3天可见了。哦。然后加上他之前说我就是外貌上这些，然后我在想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带不出手，所以才把朋友圈给锁了的？首先是这样的，朋友圈3天可见，只是说是我近3天没有发朋友圈，我并没有删，这个你也知道，我也截图给你看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觉得我朋友圈有什么或遮着掩着的，
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带你上《爱情保卫战》这个节目，让全国人民来看我们呢？对不对？朋友圈才多少人，对吗像？那个截图里面，你截给我看的时候，最上面有小图，明明是有别的女生的照片啊。那个是不是我之前也给你发过？那是一条新闻，身高1.72米，130斤的女生，然后也特别让人喜欢。我当时发给你看，她不也健身吗？我当时发给你看，不就是说的意思就是你也是172，体重也是130斤，为什么当时锁起来了？后来我是觉得，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把别的女生拿来跟你比较。那你的审美什么样的呢？我的审美就是喜欢，肉肉的，然后丰满点的，然后身高呢，不要太矮。那你那套审美，你对我有要求的话，你为什么对我朋友也是那样要求的呢？我没有对你朋友有要求啊。之前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带朋友去北京找他，然后我那些朋友吧，就是都是跟我一样在减肥的，就是减肥也是女孩子一辈子的话题。然后那个时候吃饭一共吃了3次，第一次的时候我记得是吃火锅，然后他就一直自己在那里点了3盘娃娃菜，他就一口肉都不吃，然后把那个肉全都分给我跟朋友。一开始我会觉得啊，这男生还是挺会照顾人的，也照顾我朋友。后面就不对了，他连那个火锅底料都往人家碗里面捞。而且第2次吃的时候，是我们来北方这边有很多那种汤里面都是料，我只听说过别人敬酒的，他这个人很奇怪，他就敬汤，而且那个看到我朋友的碗里面都是不许空的，人家刚就是客气喝完1碗之后，立马就给人家添汤。然后我那天回来之后，我们3个人就是喝了好多汤，就觉得就是人家也热情，但是又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说。然后最绝的是最后一天的时候，吃早饭，大家有一个煎蛋，就是大家都吃得很撑了，他就硬要就是给我一个朋友吃，我朋友不吃，然后他推到我这边来，我真的也吃不下了，然后我也不吃，最后他想给我另外一个朋友吃，2个人推脱之中，那个蛋都掉到桌子上了，然后他不依不饶夹起来之后放到我朋友那个碗里面，就是说请你吃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很尴尬啊。我作为北方人，本身就好客，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好好的招待你们，对不对？你们的朋友不吃或者是干嘛，因为他们朋友的身材跟他是差不多的，都是属于偏胖，就是偏肉型的。因为我在这个人的身材的等级分为4个等级，瘦上面就是肉，肉上面是胖，胖上面是肥。我不是说是喜欢肥和胖的女生，我是喜欢偏肉点的女生，所以我觉得她刚刚好。而且我有的时候，比方说她肉肉的，或者说她身材比较金刚芭比啊，比较壮啊，那真的是一种对她的一种赞赏。在我这儿感觉是对她，就在我的心里，这是一种赞赏的一种表现。您说说汤的事儿吧。对对对，人家姑娘提出，为什么我朋友来了，咱们总是按大众的来，你为什么还按你自己的想法来要求我的朋友？让你解释这个事儿。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不吃，可能是因为他们客气。但如果我要是这么不懂事儿，我不去劝他们吃干嘛？他们回家之后，万一再觉得饿了，再点外卖，或者觉得不好吃，那我心里过意不去。我觉得我礼节性的对，好客嘛，招待一下他朋友，劝他们吃的，而且我又不劝酒，我们都不喝酒，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凡事也要适可而止啊，你不能连底料都捞给人家。没有，当时呢是这样，就捞了一块肉，然后呢捞肉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一些底料，然后就一块捞过去了。行吧，反正他是有解释的，你说什么他一定是有解释的。然后还有就是异地的时候吧。就是见面时间也不长，每次分开的时候，我记得第1次，然后我就特别舍不得他，然后我就哭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安慰我说：“你不要哭，你要是一哭，我就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哇，这个男生好好啊，好感动啊。然后等到后面异地了之后，我的那个学习压力啊什么的都会比较忙，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有委屈的事情，我就跟他说了。然后跟他说了之后，他就觉得你在跟我抱怨。而且他说，希望跟他在一起的女生一定要是成熟和独立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发脾气了，还凶我，然后我就心里就越来越委屈了。我并没有凶他，我是感觉是这样，我感冒的时候，或者是我难受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应该自己挺着，或者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我很少连父母我都很少讲，朋友我也很少讲。我想把快乐、正能量分享给他人，把真正的就是自己难受的点，我要自己咽下去，我自己去扛过去。所以我一般不喜欢把这个坏的方面或者是负能量、坏事去给别人说。我希望自己扛着。我跟他说的一般打电话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事情、正能量的事情，但是他有的时候呢就一直会揪着一个点，然后就会问你，哎，这个事儿为什么这样，怎么样？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应该是开开心心的，然后大家都是往好的处发展，良性循环，而不是两个人见了面和打电话以后就吵架，互相指责对方的坏处。那你打电话过来就说我像猪，又是评价我身材，你觉得我心情能好吗？我更喜欢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闪光点。我觉得，不管是人与人相处，还是情侣之间、父母之间，应该良性循环，这样大家都会比较和谐。我们其实就是缺乏有效的沟通嘛。其实沟通好了之后，哎，你说点这男生的好吧？你再这么说下去，我其实挺绝望的。就虽然我们是异地，而且异地时间特别长，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对，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还是很会照顾我的。就比如说，我眼睛不舒服，会给我买眼药水，还有就是每次开车还是开门都会先下意识的开好，让我先进去。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吃饭吧，就是有那个吃的是一个鱼，然后上面是有刺的，然后他全程就没有让我动手把那个鱼刺全部都挑了。就很多这种小细节、小事情都让我心里觉得他非常照顾我，然后也是很感动。这还要解释吗？这是表扬你的就不解释了啊！你也挺喜欢听表扬的嘛你。那个这次来是为什么呢，姑娘？就是我们异地也时间很长了，然后接下来我可能要出国读研，那从异地就会发展成异国恋了。然后这是我初恋，也是第一次谈恋爱，我就是挺舍不得这男孩子的。然后我想说，异地就已经有这么多就是磕磕绊绊了，我想说以后异国的话会不会就是会有更大的问题？然后就想请各位老师能够给我们点意见。要去哪儿读书啊？应该会是去英国。去英国了，所以他觉得你看异地的时候半年都这样啊，我要去英国读书了，害怕这段情没了，是吗？其实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距离不是问题，只要两个人心在一起，对，一切都不是问题你觉得你们俩心在一起吗？就是你的心跟他在一起吗？在一起。这都表态了，你干嘛那么难受呢？感觉不到是吧？就是为什么你特别确定的说我的心是跟你在一起的，而喜欢你或者叫爱你的那个人却感觉不到呢？可能我的说话的方式或者我的一些行为，他可能不大喜欢，但这一块我觉着两个人慢慢磨合嘛。来，老师给分析分析看怎么办吧。洪兄，你刚才说什么？把人分为瘦、弱、肥、胖。瘦、肉、胖、肥。瘦、肉、胖、肥，这有国家标准吗？这是我自己的标准。你的标准？对。但是人家不喜欢，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从来没听说有这么分的。是这样的。你说长得肥也好，胖也好，女孩子很敏感，这正常。因为现在女孩子认为以瘦为美，当然传说中的唐代是以胖为美，但是在现代生活当中，谁都明白肥胖是健康的杀手，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可以壮，我们可以健身。你任何东西都有理由，任何事物你都有自己的解读，而且解读到最后它无语为止。就像刚才你说的，和你的这些女性朋友吃饭，她的这一些举动，你认为你有一套逻辑，有一套道理，
但是你的朋友会感觉到很讨厌、很反感。你要尊重人家。老师是这样的，啊这个节目从开始到现在，自始至终是他在指责我去说一些东西，我很少去说他，就是因为我是很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从来没有去指责他哪里不好，我只是希望他能理解我。就比如说，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我是一只狗，它是一只猫，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骨头送给了一只猫，但猫它是喜欢吃鱼的呀，它并不喜欢吃骨头，对不对？我是认为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我觉得它会喜欢，但它不一定会喜欢。哎呀，小崔也说他是一只狗，然后把骨头给了猫，猫是喜欢吃鱼的，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呀。但是猫和狗它不是同种。对，我好惊讶呀！但是如果就算一个不同物种在一起相处的话，可以，如果比方说可以互相的包容，互相就和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磨合的，两口子在一起。那个小崔，为啥就是那女孩要包容呢？你为啥不能包容一下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到您那个餐桌礼仪这件事儿，我觉得那个你在家里啊劝女朋友多吃点，这个也无伤大雅。但是我觉得在正规的饭局里，反反复复的让人先干3大碗汤，这不是一件特别有礼貌的事儿。是这样的，您先听我讲啊，就如果说咱俩吃饭，你请我吃饭，然后你反反复复的往我的碗里添菜，我礼貌性的觉得应该吃掉，不然的话我不礼貌。但是如果我吃了，你就再给我加，吃了还在加，这事儿非常有压力，下次我不会跟你吃饭了。如果你觉得这事儿不重要、无伤大雅的话，我觉得是你不通人情世故，你懂不懂，小伙子？你不要跟我说各种狡辩，说哎呀我这个有我的道理。其实我整场下来，我觉得你是非常自我的一个人，你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我就是对你好啊，对你好你就应该包容我呀，人家凭什么包容你啊？这也不过就才跟你谈了半年多的一个女朋友，人家随时也可以离开你。他要觉得跟你谈的不舒服，我都去英国了，我有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我没有必要跟你糗在一起，然后听你每天的这个叫我一些我不太喜欢的雅号，然后逼我吃一些我不太想吃的食物，他是有选择的权利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男孩子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一直认为一个特别自我、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只适合2种人。第一种就是神经特别大线条的，你说啥我都不在乎，然后说啥我都觉得无所谓。第二种就是完全不爱你的，你说什么他很漠然，因为反正我也不在乎你，我也不爱你，所以你说的话对我来讲耳边风一样。但恰恰这个女孩不是，她又很爱你，然后她又很细腻。所以你做出的很多的行为，你所很多表达的观点，可能在你是善良的，你想多劝人吃点东西，然后你也想对人热情一点，你也觉得发自内心的，我觉得称呼他猪猪，我觉得他很可爱，但是这些不是他接受的，所以请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把这些全部都抹掉。明白。所以我觉得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女生为什么要节食？为什么要减肥？为什么要抑制心里想吃却不能吃的欲望？他是想变瘦，是因为他觉得好看啊。这个他变瘦了之后，他会快乐呀。然后难道他为了你说要把自己变胖，变成180斤，变成280斤，那是你快乐，不是他快乐。你既然爱他，为什么不能尊重他的快乐呢？你知道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吗？你以为这是一个辩论会吗？辩出谁有理？站在这舞台上，你要告诉这女孩说，你要在去英国之前，我告诉你这段时间是我占理的，你不占理，是这样吗？你觉得自己说的所有的都对，你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和想法，甚至于感受，你口口声声的是说，我是要给别人分享快乐的，是不是你说的？是吗？是的。好。当你的女朋友给你打电话诉自己的委屈抱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让她快乐？如果真是如你所说，你就应该是好好的劝慰她，让她快乐起来，这样才是对的，对吗？你错了吗？
回答。您说的对。你错了吗？错了。为什么说一句错这么难呢？很多事情你明明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对或者欠妥当的。老师，我打扰您一句，你就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知道自己错，不马上说自己错？这恰恰其实就是你们俩之间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啊！你要有认识错的态度，因为你现在面临的是对方要离开，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与你继续能够交往下去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在那自说自话，因为你们俩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如果真是有可能要去异国，要保持这种你们的恋情来说，沟通是太重要了吧？如果是你期望对方只是一直在说快乐的事情，让你们之间一直是如此之好的话，你觉得那太虚假了吧？因为他在异国，他最需要听到的是你的理解、你的安抚、你的支持，不是说一打电话就是我一定要跟你报喜，不能报忧哦。明白。你这样以自我的感受为主导是很难维持恋情的，更何况是异国恋。你要注意听，你要知道人家真正要的是什么，人家愿意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少说自己的理由，因为你认为的有些是对的，有些不一定是对的。而对方呢，需要更多的是你要理解他，你现在不理解他。从待人处事，从他自身的感受来说，你是不够理解的。真正去爱一个人，要放下更多的自己，要去聆听对方的感受，明白，做到对方心目中希望你成的那个样子。如果不成，那就分手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其实你内心很脆弱，如果你内心不脆弱的话，就不会什么都要争个所谓的对错。两个人之间没有真正的是非对错，除了那些大是大非之外，你所做的让对方快乐就好。可是当你在跟所有的老师强词夺理的时候，你对面那个人一直在默默的流泪。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你没有你看上去那么强势，你内心十分的自卑和脆弱。真正有力量的人，他根本不需要去张扬，真正认为这是对的人，也没有必要去强词夺理，保留自己的观点就好。那些处处要争一个上风而自以为是的人，其实恰恰害怕别人看不到自己，瞧不到自己，所以才处处要争个对错。但其实争了又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你在争了之后，对方非但不认同你的观点，反而越来越讨厌你。对，最后你得到了什么呢？而且还让自己爱的人伤心。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对的人，生活当中处处都对的人，往往他就缺失了人性上的温暖。他是都对，那么他对的结果就是你都错。而真正认为对的人，往往是引导你，告诉你，而不是要强加彼此的观点。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最可爱的往往是缺点，而不是优点。我们不是要找一个模范，天天给自己上课，我们不是找一个人生导师，我们是找一个有缺点的人，让我来包容他。如果对方是没有缺点的话，都是优点，他是不需要我的。如果一个人已经强大到对的不需要我了，不需要对方了，他还谈恋爱干什么？他不需要谈恋爱。所以说，当一个人把道理、把面子、把存在感看得比你还重要的时候，那其实你就微不足道了。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谢谢涂老师。其实我想在爱情当中，大概有几个字，请你记住吧。第一叫学会说对不起，第二叫学会说我错了。其实说对不起，有的时候就是反思，我们反省一下自己。你是可以开玩笑，我是觉得如果这个女孩接受，在你们两个之间，你还可以把玩笑开得更脱离人们的想象，这都没什么。前提是她觉得舒服，她喜欢。没有人想说你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舞台上，你只呈现的一面，因为你在生活里还有你其他的一面，但是你今天呈现的这一面，让人特别的不喜欢。我说句实话，就觉得特别聒噪，就是那种表达，
是真的不舒服。我就在想，你要用这种表达方式，你跟任何一个女生谈恋爱，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喜欢你，觉得这个男生很有性格，对吧？而这男生很那个，但是你谈2天，你真的就会把女生都给吓跑了。他受不了，真的太痛苦了，就那个心老是定不下来。我怎么又错了？老这样啊，我受不了啊，对吧？还有一点，你恰恰忽视了，我觉得，女孩不仅仅是对你有点不放心，其实她对这个爱情自己也有点没信心了。我们不坚定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只是希望年轻人可以放松下来，很轻松、很快乐的去恋爱。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你们俩说点你们俩的这个心里话，啊，因为它就是一个舞台，最后的结局你们自己来定。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因为一直是异地，然后我希望你平时能够多关心我一点。我说完了。不哭了。好了，时间到了，请回吧。来，请关门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朋友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就在一起，谁都不许。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这个送给你们啊！祝你留学生活顺利，好吗？谢谢。啊，祝你们开开心心。来，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请回。谢谢，请回啊。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我们俩是小学同学，已经认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俩交往只有2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俩3观一点都不一样，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也都截然不同。他每天都跟我算计这点小钱，老抠了。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还年轻，为什么不去享受呢？我们俩现在都还是学生，没有工作。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奋斗的时候，不应该贪图玩乐。我觉得我们整天都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吵架，挺没意思的。他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挺委屈的。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王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小王。小春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小春，有请。欢迎2位哈，啊，就是要来啊。我要来，来干啥呀？就是想解决一下矛盾，然后不想让这些矛盾一直堆积着。哎呀，积极的处理情感的态度啊！来吧，说说这些矛盾吧。就是吧，他经常上网，自从上大学以后，然后每天都去包宿，我就觉得就是挺消沉的，就是没有什么就上进心什么的。哎，我好奇的问一句啊，自从上大学以后，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呀？就是我们小学就是同学。我的天哪，你们
一直是同学吗？还是仅仅是小学同学？初中也是，啊，高中不是。哦，那你们俩什么时候好的呢？大一第一次那个老乡聚会，然后我们就是见着了。都在同一个城市读大学？对。是同一所吗？不是。啊，挺缘分的。对。然后他就总上网，我就觉得挺不好的。啊。那上网怎么了？上高中的时候，老师跟家长就说，上大学你就能随便玩。那他说让你随便玩，他是为了激励你，因为你现在上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特别大，然后你每天就是只有学习，就怕你没有斗志，给你描绘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并不是说上大学之后就让你一直在上网不学习的那种，他们都骗的。那我们室友不跟我们一块玩吗？他是跟你一块玩，人家玩的时候你跟人傻玩，然后人家自己偷着学习的时候，你自己还在那傻玩。那我也不总挂科啊。人家还根本没挂过科呢，那你是不是挂过科吧？因为你上网。那我挂的也都是不重要的呀。不重要的科为什么那个学校还会开这个科？如果要是不重要的，那学校直接就取消了，为什么还要让你们去上呢？那我后来补考也都过了。那你给我写道歉信，本来吧当时还挺开心的，然后为啥事儿写道歉信？他有一次惹着我了。然后吧，我当时他自己发到朋友圈，我还挺开心的。结果吧，因为他的微信里有我的朋友，结果在我朋友看到他写道歉信，觉得他写的也挺诚恳的，写的就是文采也挺好的，然后就让他对象也给他写。结果发现两个人写的道歉信是一样的，但是他跟那个男的还没有微信。然后我朋友就怀疑说，你是不是上我微信看见这道歉信，然后你才抄的？啊。结果他对象说不是啊，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之后，我去百度了一下，第一篇就是啊，苏秦老师写的模板，你看看，开玩笑，那你搜我道歉信里的关键词可不第一篇就是吗？啊，那你写的很大部分就是你抄的呀，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写的。是我抄的，里边也掺杂了我的真实情感呢。那你为什么要抄呢？那词汇比我写的好啊。那可是你这样还是，但是认错的态度是一样的呀。那你还是没有深刻认识到你的错误吧？哎呀，现在谈恋爱还得写道歉信呢，你们挺有意思的啊。然后那个他微信上还不回我信息啊，就我跟他说话，早上跟他说的，他晚上有时候都不回我。那我晚上去包宿，白天睡觉，我哪看微信呢？那你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没看到，你就是不想回我。有一次咱俩在一起，你同学给你发微信，然后你看到了之后，你就随手就关了，你都没有回他，可想而知你平时就是这么对待我的。那我同学给我发微信跟你不一样啊，他呢我回学校再跟他说一样，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那我呢？你什么时候跟我说呀？那你的我平时就是我看见的时候不就当时回你了吗？那你不有没回的吗？那你说你平时我去找你去，路过你们学校超市，我说买瓶水，你都不让我买。那我为什么不让你买呀？你从他要买水的那个超市到我们寝室，也就100多米、200米的距离，然后我还住1楼。那你说那学校那大桶水随便喝的玩意儿，为什么还要花钱买呢？而且你根本也不买水啊。那我买瓶饮料啊。那水跟饮料能一个味儿吗？渴了就喝饮料，从来不喝水。你饮料你不花钱吗？你那水学校免费的。那饮料就3块钱。那你这3块那3块呢？那不就积少成多了吗？你看出来了吧？他抠啊，他抠，他平时他就这样。他乱花钱，这根本就不是我抠。你说你乱花钱的事儿，买那些什么抱枕啊、瑞士军刀啊，有什么用啊？那我收藏啊，瑞士军刀，抱枕我没事抱着呀。你用得着吗？这些东西现在不都在你柜子里锁着呢吗？对呀，收藏吗？那你行，这些你可以收藏，见得着摸得着的。那你说你在网上充钱怎么说呢？现在谁玩游戏不充钱呢？充点钱怎么了？你看你还有理了。那你说说，你妈给你生活费1个月的，前10天都花没了。太夸张了吧？前10天我都花没，后20天我饿死，早饿死。前15天行吧？再说了，他把那个钱花没了之后，假如说他最后剩了100块钱。他的观点就是我要吃一顿好的，然后抗饿。他不会像正常人想着我哪怕顿顿吃馒头，我能挨到月末，对吗？那我第一天我吃顿好的，比如我吃顿好的，然后后几天吃泡面，那我至少吃了1顿好的。我平时天天都吃一些平时便宜的一样的，那不吃的天天不都是不好的吗？他还在网上借钱，然后这是让我挺不能容忍的。那我借钱我也还完了呀。那你为什么要借呢？这个钱反正你都是要还回去的，那你还不如用的时候紧着点花。其实都是你的钱，那你为什么以后要让自己这么紧呢？这都21世纪了，有没有点提前消费的观念？
没有，气死我了。你看他脾气也就是大，平时我跟他玩游戏说2句话他就生气，比如捡个装备什么的我不给他就生气。这根本就不怨我，你说我就寻思他特别喜欢玩游戏，我们2个没什么共同爱好，然后我寻思那我跟他培养一个共同爱好吧，结果捡着3级头、3级甲什么，就是能就是多挨一会儿打，就是扛打。扛揍，然后吧，我就想要，因为我技术太菜了，然后我要是能穿的话，我还能多扛一会儿，少死一会儿，能多陪他玩一会儿。结果他就不乐意给我，怨我生气吗？那我穿上我能多杀2个人，杀完人我再去救你，不一样吗？那你跟那小姐姐呢？有一次我们玩游戏，就是虚拟的嘛，但是也挺真的。然后吧。他告诉我快走了，结果他跟那小姐姐他俩开车就走了，把我自己扔在后面了。那我提没提前告诉你？你是提前告诉我了，可是那房子就剩1间房子了，我搜完之后再去找你不一样吗？那我让你走你就走呗，毒都来了，你一个人搜1间房子，然后3个人陪着你吃毒。那我走的你那会儿不需要时间吗？而且我已经在跑了，那就是你跟那小姐姐走不理我的原因吗？那再说也不是我跟她走，我在车上坐着在那缠血包。然后他就开车走了，我让他停了。那你一看他开车走了，你就停下呗。他开的车不是我开的车。那你就下去呗。我跳下来不摔死了吗？然后吧，他做错事儿还不承认。有一次吧，我出去兼职，然后已经是周6周日嘛，出去兼职，然后等到晚上我是9点半回寝室，然后他前一天他去包宿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有点困了，然后我就挺赌气的，我说那你睡吧，然后他说，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就是根本都没等到我到寝室，我没有，我就是在等着你，我也没说我要睡觉，我只是说我困了，而且我那语气也不是那么说的呀。那你一个微信你都没有语气，你是文字，可是我理解的语气那你就猜我那么说。我要是不生气的话，你下一句就晚安，那我先睡了。都是你的理呢，叭叭的一天。你说话还一根筋，然后你就是特别能惹人生气，你可不会聊天了，他经常能把天聊死。那天跟他说，我说哎我想减肥，然后他说减肥你等下辈子吧。那我不是为了激励你吗？有你那么激励人的吗？你脾气那么大，我不得用激将法吗？我说你减不下去肥，你不就赌气跟我就减下去给你看看吗？你这么说只会让我更生气。那你就别减了呗。但我也没嫌你胖，你为什么非要减肥呀？那你也不应该这么说话啊。那你说你平时跟你那些同学，这同学那同学出去喝酒、吃饭、唱歌的，那我跟同学唱歌不很正常吗？吃饭什么的，谁还没有过同学呀？平时都连话都不说的同学，你出去吃什么饭呢？还唱歌？这就是一个集体意识啊！你这样式的话，路子不会让你越走越窄吗？你看我跟别的就是一句话不说的同学出去吃饭吗？我不都是跟那几个好朋友一起出去吃吗？你是跟好朋友吃饭去，有一回半夜了，你跟你所谓的好朋友出去吃饭去，然后你喝的起不来了，你那些所谓的好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扛你去，然后大半夜的我还从宿舍出来给你扛回去的。对呀，我那都是好朋友，喝多点没事，你那都是普通朋友，万一喝多了，谁心怀不轨怎么办呢？那好朋友他们怎么不给你扛回去呢？怎么还得给我打电话给你整回去呢？那他们不是怕你担心吗？不提前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吗？你就是不去，他们我估计也能给我送到家。那你说说你跟你那女同学呢？我跟我那女同学根本就没什么呀。就是我们2个那天在学校里，在他们学校，然后在校园里就是正走着，然后他老远看见他一个女同学拎着一个箱子，然后他就是都没跟我说，直接就跑过去献殷勤去了，就给人把箱子送回寝室了。那寝室离得也近呢，也没多远。再说人女同学平时也帮我。人家提你名了吗？说你谁谁谁，你帮我把箱子拿回去了吗？人说了吗？那你一点眼力见没有啊？那你旁边那些站着的男同学怎么没有一个帮忙的呢？他们可能没看见呗。就你看见了。你们俩谈了多久啊？2年。你们以前都谈过恋爱吗？没有。你呢？没有。哦，初恋哈。嗯。谈得开心吗？除了吵架的时候挺开心的，大事没有，琐事一堆。因为他也指责我身上也有一些缺点嘛，他觉得我太抠干什么的，然后就是想看一下这些缺点，就是可不可以解决。来，老师给分析分析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好，谢谢波波兄。来，苏老师。刚才你说吵架的时候不开心，但是给我的感受就是你们只有吵架的时候挺开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男生啊，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是吧？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谈恋爱上。对，因为他每天这么忙啊，白天得忙着睡觉，连女朋友微信都没时间回，晚上我还得打游戏呢，打游戏还有好多小姐姐一块儿打。谁有功夫跟女朋友没事谈恋爱啊，发微信啊？所以女孩，你是不是觉得在跟他吵架斗嘴这个过程其实挺享受的？感觉终于男朋友跟我聊天了，终于男朋友像小情侣一样跟我打情骂俏了，开始跟我说俏皮话了。他终于在这个时间段内全部属于我了。所以你看，男生看到了没有？其实你们两个人，我不知道是因为认识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激情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反正我觉得你们整体的状态特别不像一对刚谈2年的情侣。就这女孩子啊，当然虽然那个于老师说了，您的这个财务观念节俭，我觉得非常好。20出头的小姑娘能够在花钱这个问题上能做到你这样，特别不容易。但是你知道吗？你不断的跟这个男生强调说买一瓶水3块钱，然后你不买这瓶水，你可以喝咱学校里有那个锅炉房有开水，你老强调这个，你特像他妈，你知道吗？他不自觉的就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他就觉得说，哎呦，我刚刚好容易上了大学，逃离了我妈的管束，又来一个小妈，所以他觉得打游戏的时候，身边的小姐姐就比你可爱。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就算看到你那短信要扔在一边，因为他说那睡觉多舒服呀。然后跟女朋友一跟我聊微信，肯定又开始挑我这错那错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姑娘，你要好好享受自己的青春。你干嘛咱那么漂亮，这么年轻，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妈妈，要天天管她这管她那，你不值当的。我觉得这是委屈咱自己。咱这个时候就应该享受我们女孩子作为一个这个女朋友应该有的待遇，让她陪你逛街，让她陪你玩，然后这个在过节日的时候让她给你浪漫。你干嘛天天管她一天买瓶水3块钱？那是他妈应该考虑的问题。将来她不争气，那是他爸妈要管她承担责任，你没有这个义务，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跟她绑在一块儿。我是替这个女孩子不值，你知道吗？就你现在这种状态，天天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然后这个女孩子还像妈妈一样，天天的说：“哎呦，你要上进，你要争气呀。”这个女孩从现在开始，她想要陪你过苦日子，你懂吗，小伙子？你有这么好、这么爱你的女朋友，你就不为自己，你也值得为她更努力一点，好不好？好，谢谢苏老师。来，徐总。你们小学、初中，然后现在大学都是在一起的，是吧？对。可以说是以为很了解对方。你觉得你真的很了解他吗？真的。对。维系你们俩之间的仅仅是过去，曾经的过去，但是现在问题是越出越多，你其实会发现你自己根本不足够了解他，或者说你根本没有足够能力去改造他。小伙子，你也不足够了解这个女孩，你知道她心中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吗？她为什么周末还要去兼职呢？她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督促你去学习去上进呢？因为她对自己生活是有追求的，而你跟得上她的那追求的脚步吗？跟不上。你当下的享乐可能是有别人的影响，觉得上大学就是可以喘口气儿了，但是恰恰不然。上大学是往上找到另一个道路的开始，同时呢，也是寻找爱情生活的一个开始。但马上你面临的就是毕业季，毕业季通常就是分手季。为什么会分手？是因为经过大学的几年的这种恋爱之后，步入社会有新的规划，就是突然发现身边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当时的那个人了，他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了，怎么办呀？会分手的。所以如果说你真正爱这个女孩，真正觉得未来规划当中她是不可或缺的，那请让自己先强大起来，好不好？追上她的脚步，放下那些陋习，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谈恋爱，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
你们两人之间之所以相爱，是因为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始终还是有清纯和那种彼此简单的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俩能够成为很好的爱人，甚至将来走入婚姻。所以说，今时今日你们在一起还能够保持现在的感觉，都是因为当初彼此的共同成长。但是成长了之后，将来终归他是他，你是你。如果在价值观上不能等同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甚至是不会轻松的。我没有说他不好啊，就目前的生活状态和对于将来生活的向往和价值观，你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觉得你要调整，不为这段感情，你也需要调整。其实我相信老师说过那话，就是你到大学里面，你可以开心的玩了。那不是说真的让你玩，是基于过去在高中那些年的那种苦读相比，我相信老师说的玩一定不是说打游戏，可能是有误读的。所以就提醒你们一点，老师们今天是从更远的未来来看的。他们发现了一些隐忧，如果你们感情好，你们应该联手去克服这些隐忧，而不应该把它变成现实。现在还好，等到大3实习，大4分配前，他可能你要再不跟的话，他不知道把你甩成什么样了。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珍惜他、喜欢他、爱他的男人去呵护他，那时候你靠什么呢？你反正想清楚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咱俩从小就认识，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吧，在一起也已经2年了。你说的这些毛病，我努力去改。听了老师们说的话，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我尽力去使自己变好。让我再想一想吧。坏了，来，请亮灯吧。你们把这姑娘说的有点胆寒了。姑娘本来认为是个小问题，是吧？怕堆积了，结果这问题给他们分析下来，发现这问题窟窿还挺大。行了，谢谢2位，回去吧。来，请关门。来吧，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就在一起，让我们相遇，我彼此不知相依。我会纯真的，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老师。回去吧，加油啊！祝你们幸福，秦辉。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就从这个女生今天拽着男朋友来这个行为，你就想起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其实是看到了这段情感中的大危机，他用他自己一个智慧的方式，让旁人来说去触及这个男生。所以我就说，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智慧的。这种智慧有的时候来自于什么？反思和思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借力。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寻求别人的帮助，借个力，可能生活会变得更愉快一些。所以我们也欢迎这样的朋友。你们在情感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娱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是山西人，他是浙江人。由于我们恋爱和领证期间没有去过他们家，他的父母认为我在欺骗他们儿子的金钱和感情。我们已经在一起1年，领证半年，过得还可以。但是现在涉及到他的家人，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他的父母要求我们离婚，我也坚持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
在恋爱和领证期间没有去见过对方的家人，这个责任的确在于你们2个人。但如果现在涉及到他的家人，他不出面努力维护你们的感情，而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在你的身上的话，你的坚持也毫无意义。祝你幸福吧！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